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这里是一镜到底试支架。今天的主角是这台仰望 U8 啊，我们先打开它的支架。好，城市领航已激活了。我们一开始呢就会来到一个农贸市场的旁边这一条很难的路线啊，这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仰望 U8 处理这种机飞混合的能力啊。你看前方又是电动车，又是行人，还有摆摊的阿姨。但是他怎么不他竟然不让阿姨哦，我还以为他会礼让行人，可能他要在斑马线才会发起礼让行人。好，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最混乱的路段了。前方呢会有一个大角度的右拐弯，也是非常难的啊。这里趁这一阵子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仰望 U8 用的是比亚迪自研的一个智驾系统，然后3个激光雷达，双 Orin-X 的芯片啊。这边你又礼让行人了，这个有点这个鱼不能不让了。刚才阿姨又不要了哦，看来是就看阿姨的样子比较和善是吧？好，这边会有一些电机穿插出来。今天我们来陪着仰望 U8 试这个自驾路线的我是小佩，旁边的是大师兄韦思宇。好，这一个大角度的右拐，后面的车已经在哔哔了，看我们的动作那么慢。然后这边它好像没有，看方向盘是打那一边的。对，它不行，它拐不了这个弯的，拐不了这个弯有点急，拐不了。这个弯我要接管了，这个弯要接管了。因为确实这种弯有个很难的地方，就是自驾车型它的感知系统啊，就是最集中的激光雷达也好啊，毫米波雷达也好啊，那些高分辨率的摄像头都是集中在车头的，所以这种大角度的拐弯呢，他们就会有些车型会处理得不大好。好，那这一个拐弯它是挑战失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啊，人类司机是怎么样做的，就是要把头扭向一边的，要看右后方，这样才能过来的。它是扭完直接往左走了。好，我们继续启动它，看这一段不能启动，现在是执行讯号，能不能启动呢？可以了，可以，它显示可以，但是可以了，激活了。好，然后又来一个大角度的右拐，这个其实角度跟刚才差不多，但是呢会好一点，因为毕竟是一条有划线的道路。刚才那个呢就是一个工地临时改道的。好，这个弯它是拐过来了，而且很顺畅，而且它刚才处理的很好，是它贴着右线来走，它没有侵占到左线，这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好，然后这一段是一个城快道路的辅道，这一段倒没有什么难度了，大家可以稍微歇一下。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一镜到底呢，会把接管呢分成4个级别的，因为我们不想很简单粗暴的用一个接管数字来看一台车的智驾水平，我们觉得这样太武断了。所以大家在屏幕的左上角呢是可以看到4个的啊。那第一个呢是叫做效率共驾，那就是有时候有些智驾系统它会比较稳妥，它就会在它可以过，但是它又没有很大信心过的地方慢下来，甚至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没有退出自驾状态的，我就只要给点油门，它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种叫共驾，或者是有时候我实在不耐烦，它太慢了，我也可以效率共驾一下，加点油。那第二个呢是效率接管，就是有时候一些窄路的时候，我们前方一定会遇到的了，就会有可能会顶流，就我们跟对面的车大家抢一个车道，那这种情况呢，自驾系统现在一般处理不了的，所以我如果不接管，大家都顶在那里顶半天了，那这种情况我就会接管，那这个算效率接管。第3个呢是叫做降级或者不按导航走，那就是这个在高速的自驾比较常见，但在城市自驾呢就没那么常见。好，我们先切回来这里啊，这又是一个大角度的右拐弯，然后这边下去呢也是一条没有划线的小路。这个弯它就处理的挺好。现在车有点多，对，但是它会等着。在 SR 界面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它是能判断出来右前方是有车的，所以刚才那个弯其实不知道，有可能也是被刚才前后的2台车给影响了。但刚才有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没
没有很快的退出。好，我们先看一下它处理这个状况啊，拐过来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左边有台违停的车，所以路是有点窄的，但是它很好的过去了速度也还可以，大概10公里出头这样子的时速。好，前方有一个左边冲了一个车出来，出来，他怎么样呢？U8不管他，U8冲过去了。哇，左边又有一个，又有一个了，但是 U8还是哇可以的。哇，没有停没有停的，对哇他很有信心的过去了。然后这边呢，我们会进入一个小隧道，小隧道呢就是光线的强烈变化，但是有3个激光雷达的 U8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还是有车道线的，对，很顺利的过了。今天在这里的车还比较少，这里是一个窄路通行，然后还有一个难点是右后方其实有可能有车穿出来，但今天没有，所以窄路通行它很快的用20多的时速过了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几个难点都表现得挺好啊。好了，然后前面呢就会有一个地狱级的难点了，就是这个村口的闸机。这个呢，看它能不能识别出来啊。好，它是识别不出来的，我踩刹车了，是我踩的，它识别不出来对，所以刚才呢就触发到我们第4个状况了，叫做安全接管。就是如果我不接管，就会有安全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话，那我必须要接管的。好，继续启动它的支架。现在是 ACC， 刚才还没有启动到。好，激活了。比亚迪的系列的车啊，不管是仰望也好啊，腾势也好啊，他们都是把这个支架做成了方向盘的拨片在这边的。这样子呢，其实我觉得这样有个好处啊。其实激活支架的话倒是无所谓，我觉得拨杆也行，按键也行。但是呢，退出支架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是最方便的。到目前为止，我用过那么多的车型，因为像那种拨杆的车型啊，就有时候在慢速，好，这又是。这一定要接管的，他冲过去了。看车速就知道。对，他冲过去了。好，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个一个 T 字路口，一个没有灯位的 T 字路口。左边有车，但是没有问题。难度不大。对，问题不大啊。今天 U8 很走运啊，没有什么车啊，今天车流比较少。好，然后前面呢就会有一点点乱，是地上没有清晰划线，然后呢两边有违停的。然后一个双向车道的小路。好，这边他都很有信心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除了第一个弯，其他都处理的挺好的。你看这些车速控制啊，还有就是这个人怎么了？他也不会被那个人给吓着，他会判断那个人只会被他吓着。好，前面这些电动车，它是不是要绕过去呢？现在还在跟随，还在跟随。那看 SR 会看到一个特点，我上回试腾势也是，就比亚迪他们现在这套天神之眼还是会把电动车跟自行车就不会区分，在 SR 界面上面不会区分。然后这个右拐的路口，他在考虑，他在思考，可以绕行过来了。他判断刚才那台车是不动的，然后就发起绕行了。绕行之后马上一个拐弯都很顺畅。其实我发现它的界面里面是有，应该是摩托车跟自行车是有不同的图像显示的，但是那种电动助力自行车啊，就我们说的电机，它还是自行车，它还是把它当自行车。对，那的确它是自行车。但是我不知道比亚迪怎么处理这些优先级啊，因为有一些别的自驾系统，它会对自行车的优先级是高一点的，就是一旦它的线路里面有自行车的话，它就车速会调得很慢，很保守。好，这边我们就来到一小段比较正常的这种市区道路了就是有明确的划线的，然后车道也比较多、比较宽，还有灯位控制的。这里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跟别的车辆博弈的情况啊，但是看来今天也是没有的。对，今天车不多，应该。对，今天车不多。然后这里主要是看一下它在正常情况下的表现了。他因为前面是要拐右的，所以他提前并右了。还挺灵活。他刚刚是看到那个车尾，所以又绕行出来了。对，他还挺灵活的。我以为你打了方向，我没有打方向。还可以，我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帮他的，你放心。
好，这边拐右之后又有一个难点呢，就是前面的那个隔离带，对，就是中间那个要发给做主道，对，看他会不会他就怼过去了。其实很多车会这样的，就是他不会提前判断这里是对，他就来到前面才会避开他。刚刚有点画龙。这个呢就只能说明他现在对于前方的判断距离不够远。就如果再远一点的话，他是可以提早预判，就不会那么尴尬的。好，然后在前面呢是一个带灯位的掉头，那就看一下 U8这一套比亚迪的智驾系统天神之眼，它能不能完成掉头？但它提示即将退出。看一下，因为有些系统它说退出，但是不会退出的，就是基于安全理由吧，我觉得有可能是已经退出了，它是真的退出了，已经退出了。好，说到做到啊，真的退出了，所以现在 U8是不能自主掉头的但是我觉得它主动退出也是好的，对，而且就不要赶来，对，它那个提前量也足够，对，不然如果你在掉头弯中间的时候才退出，其实那个时候更麻烦。是的。对，所以这种自驾系统的退出预留给驾驶者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要考量的量了。对，现在可能大家还不会留意到这个细节，但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就是最好是在7秒左右，就是从提示退出到真的退出，最好是给驾驶者留7秒，这样子就完全足够你做任何的应对的措施了。好，然后我们这边就继续，前方会有一个途经点，可能会影响就如果前面有画龙或者突然减速什么的话，就跟车无关，是这个途经点的问题。然后顺便也说一下，因为 U8 的这套导航它只能设3个途经点，那我们这个路线不够用，所以待会儿到了余荫三房的时候呢，我会停下来再设我们最后一个终点，所以那一次的接管就不算这边就是途经点的影响了。我们过了途经点，然后它应该是，它还是可以了，它已经放弃进去了。好，连续，我觉得它这个连续变道比较文明哦，对，一个一个来，但是干嘛又绕回來？即係自駕系統唔讚得嘅，次次一讚就出事嘅啦。不是，其實應該是剛剛那個車道，他判斷還是可以直行的，然後他馬上又看到這是掉頭車道，所以又繞回來。那也對，但這個就對啊，這裡就一定要把它拉回來了。對，其實也可以不用拉，因為那一條也是左轉車道。我壓實線了哥。這是老闆的車，老闆收到罰單要找我的。他本來就壓了一次，你就要把它壓多一次。沒有，4個輪子沒過去啊。好，我們順便試一下能不能剛才有一個安全接管了，算是我們試一下能不能零速啟動。可以的可以零速啟動的。好，然後前面就是一個正常的拐左了。对，现在所有用到端到端的自驾其实都有一定概率会压实线的，就是因为端到端是用人类司机的数据训练出来的，那所以训练的数据里面，如果那些司机是有司机有这个压实线的行为，那有可能就会交出一个压实线的自驾系统来。有样学样好，这边有一个，但这些都是小问题了。好，这一段也是比较正常的城市道路了，但是大家放心，很快就会到不正常的道路了。我们整一条路线的设计就是给自驾系统要出很多难点的，倒不是说要为了什么戏剧效果主要是我们想通过这些难点看一下现在每台车型它的自驾系统上限在哪里。就如果能够把这些难点都处理好的话，那把它放回去一个正常的市区路况里面，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好，然后顺便说一下，我们今天这台 U8 它是没有显示自驾系统的版本的。比亚迪现在可能他们那
我们只能够在它只能看到整个大的系统版本。对，只能看到这个，就是 D-Link 的版本是这个的啊，我就不读了啊，版本详情啊，这些都看不到的。好，那所以我们就继续回来我们这个，吓我一跳。而且比亚迪系列还有个特点，就是它中控屏是不会显示 SR 界面的。SR 界面只会显示在仪表，对，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会有点奇怪啊，就是因为我们只能在方向盘这里用一个小小的运动摄像机去拍仪表，但是因为比亚迪的仪表它上面没有做那个盖板，就会有很明显的反光，所以这个画质就差点了啊，大家将就一下了。好了，前面就会有一个出辅道的，而且这个出辅道的路口因为会比较小。之前有些车型这里是不能成功出去的，但按之前的前面没有车可以看 SR 应该可以。对，就是看 U8 这套系统刚才前面的表现，这些应该就没问题了。就有些车型前面已经是各种状况出来的话，这个地方，这里让不让呢？有行人，他就不让的，就稍稍绕行了一下。对，绕行了一下。他可能在斑马线才会有那种很严格的礼让行人的行为，然后不是在斑马线可能就看情况了。好，这是一个没有灯位的路口，比较复杂的，然后可能前面有个工程车啊，他就中间有修路。对，他已经发现了有修路了，他能识别这些修路的状况，所以就会比较还能绕回，可以绕回去了。可以。不错的。对，因为它是左边一个修路，右边刚好也停了一个车。对，可以。好，通过这些修路的大哥之后，它就加速了。好，前方有个途经点了，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大家不用管它。直接点引导它。不用管它，它会过的。好，然后我们下一个挑战点呢，就这些击飞就是小意思了。这个都不是什么问题了。我们下一个挑战点是前面那个小转盘。我发现它这个绕行其实反应很快，对，它没有说要跟很久才绕，而且它不会有车速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对，很丝滑，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对，然后这里有个小小的环岛因为环岛对于现在很多自驾系统来说是比较难的，当然这一个是降级的环岛了。我觉得广州现在比较典型的是中山伊利江那个。对，但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环岛，它下面是用10吨自己围起来。是，对，像中山伊利江那个是一个标准地图上的环岛。对，而且这个只有一个灯号控制，中山伊利江那个还有几个灯号控制。对，这个是更难的。好，那这个就。这个环岛我们主要看一下，就第一个，它这个灯号是临时灯号，它能不能正确识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不能走正确的路线？对，反正地图这里是显示有的。对，地图是有的。对，然后它现在对它的，因为它的那个计划轨迹被前车挡住了，我们看不到轨迹。对，好，出来了。好，它会绕过去还是直接开过去呢？它选择绕过去，挺好。这个很棒。好，绕完环岛之后，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个地狱级的难度了。哇！你这个把阿叔给吓着了，把我也吓着了。好，我们进入到这一段是因为有个工地，所以临时开的，这是旧的路，旁边有条新路的。对，然后我逼迫他走这条路，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改道，有个临时改道，看他能不能正确走那个临时改道。好，而且这条路是经常会有人，他绕过去。对，我觉得他绕行这一点是做的，对，绕行还挺好的。而且就他不会说一看到人就把车速控制的特别慢。但前面这里有一个会车，这个就是别人他们让我了，所以我要效率共驾赶快过去了，不要让人家等这挺好。好，我的效率共驾现在，他对这些距离判断也还可以。好，右手边这个可以没有问题。之前比亚迪说他们那个窄道通行的能力很强啊。对，因为这台车很宽，而且不好看位，所以它必须具备一个很好的窄道通行能力。好，这边，但是它现在就慢下来了。对，因为它还走，旁边的车就可能是因为前面这个，对，后面也有，现在后面没有车，没有了。好了，
主要是前面，就刚才那个电动车在它的行走轨迹里面，所以它就特别谨慎。然后这边是一个临时改道的左拐啊，看它能不能拐过去。它好像不行。好，这个确实是难的啊，但是不行就是不行，我们还是要把它算进去。好，我们继续来激活。OK， 好，这是领航。那这些呢，就是一些，主要是看它对这些盲弯的处理怎么样。走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的，但是它能不能走得让我感觉安全有安心感，这个就是看它的功力了，看一下 U8 怎么处理了啊。这些都问题不大，主要是前面我们镜头那里会有一个向左拐的盲弯，就是我的视线是被挡住看不到的，所以如果它到时候 U8 的路线是靠左的话，我就要介入了；如果靠右的话，我就会也让它自己开，看一下它是靠左还是靠右。这些都问题不大。好，前面有一个，要接管了。对，提示接管了。它接管是因为我们要到终点还是？不是，看一下，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原来的终点设在这里，所以我不管它，我主要是看这个弯。对，就现在我左前方那个是我看不通的，其实。好，它是贴着左边过的，但是因为车速慢，所以但其实刚才那个路线我觉得不满意的，是吧？但如果从体感上，这样是最舒服的，就它等于把一个弯拉成了直线，对，它走直线的。好了，这边是因为我设的导航的问题，所以我要退出再重新，再重新我们再试一下回去搭这车言论的总部。对。但是刚刚那个可能要重新看回那个 SR， 看看他当时看到了什么东西。对，他应该是没看到什么东西，他纯粹就是走最短的路线过去。对，不过他这种像仰望 U8 这种车，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车身很高，所以它的激光雷达也好，摄像头也好，其实它的可视的角度视野会比我们更好。所以可能有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它是能看到的。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有点吓人了，幸亏现在不是清明。好，这边通过了一台，现在我还没开启呢，等。刚才一直以为开启了，刚才可能是 ACC 的状态，还是低档溜车的状态，溜过来的。我们刚才是。好，前面会有一个很急的左拐进小路的弯啊。这个弯其实也挺难。它为什么这个路线要这样走？他还是把我那些途经点。你好，仰望。来了。删除所有途经点。能不能这样操作呢？好的，好像可以。帮你删除全部途经点了。然后我们就，这是你操作的失误。我操作失误，因为这个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我应该是走这边的。继续打。好，继续打。有时候就有这种状况，就是他们那些地图给的途经点太少了。一般来说会有支持5个途经点的。其实我们这条路线的话需要设4个途经点，但是也会有一些车型它只能支持。所以也是过了。对，看来 U8 对这种就大角度的小路的弯是还不能。上次我们一起试，有一个车也是这样冲到前面去的。对，你还记得是哪个吗？不说。大家看一下，大家想知道就翻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些遗境到底来看一下啊。我留个悬念不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像跟他也是有点关系的。我就不说了。好，现在还是 ACC。可以了。好了，现在又一个拐右，看这个能不能拐。这里其实很窄的。对。这个它倒可以，就是它又不是每次都不行。就有时候那种小路啊，这边呢就是。我需不需要效率共驾了？这里，因为他有可能会把人家顶住。先让吧。先让了。看他让了，看看他自己能不能走。他智慧避让了。可以一个对，可以哦。刚才那一下还可以。还挺聪明。好像可以哦。对，还挺聪明。
如果刚才他把人家顶住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效率共驾了。这里能过的，它能过的，它就是稳妥一点。对，绕行了一下。对，而且这种地方有可能有鬼探头，所以这种处理也是对的。好，前方又是一个有可能顶牛的状况，但是对方看到我们来势汹汹而且可能也知道这台车很贵，就让一下。开这种大车还是有好处的。对，开小车经常不让的，开小车这种大车看到我就直接怼到我面前，逼着我去让的。这就是气场。对。好，这里就出去一个城管道路的辅道了。这个拐右没什么，这个挺好，我挺喜欢它这种拐右会走右边车道，就不会侵占到左边车道。好，前方有可能会有一些慢行的电动车，看它能不能正确发起绕行啊。但从之前的我们的经历来看，它这个绕行能力还是挺强的。施工，它对施工的识别还挺敏感的。一般其实看到有这种多的桩桶，现在都会把它识别为施工。对。之前理想不是说它有 VLM 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别的它也有一点点，就虽然它不会像理想那样子说出来。但是你能像这种能识别施工的话，其实多多少少也可以说是 VLM 的能力嘛。好，前面看一下，我们让他走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大车他会避让，他避让都没有问题。前面我们是走主道，我让他走主道。我看一下这个路线对不对啊？好像现在已经是我要走这里。好，可以了。他刚才有没有看到？他城市切到高快领航了。对。所以现在这条路就难高快。对，就是说明 U8 它还是里面有2套系统，但是这2套系统的切换是无缝的。好，一般来说因为高快它出现的状况会少很多，所以有可能高快会用规则、用规控，但是城市的话肯定就端到端的。但不管怎样，反正我们作为用户的话，我们只管它表现出来的能力怎么样，它具体背后用的是规控也好，端到端也好，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好，其实对于高快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对，其实现在高快大部分都没什么问题了。就是有些车型它会自己加戏嘛，在高快的时候就直接画龙嘛。对。其实现在最危险的还是说在这种城市的高速路上面有那种修路的，或者说那种临时占道的，对，其实这个是最危险的。其他的这种正常变道其实只是一个效率高低的问题，是安全上大部分没什么问题的。他就走出去了，不管他了，让他走吧，因为这个路线就是根据导航它会设定的，所以有时候它走的不一定是我想它走的路线。但既然出来了，就看一下它在这种辅道的表现吧。这里其实不用出辅道的。对啊，我们明明前面还有一个出辅道的机会，但是高的地图有时候就是会提早出。好，这个车它可能想加塞，对的就减速让了。但让了它之后呢，这个灯还能不能过呢？还是会过的，绿灯。但我不知道他刚才有没有判断这个读秒就应该能判断到吧。对，但是反正只要是绿灯就可以过。对，他就刚刚压着读秒的最后几秒来过。对。但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过，假设后面有车的话，就一定会逼的。是的。好，我们又回到城市领航，就一旦下来了辅道，它就算是城市领航。就让它走辅道吧。今天总体下来还是可以哦。对。好，然后当然我们的难度不太高，今天。对，今天主要是车少一点。对，车少一点。所以我们其实设置这条路线的更多的是看车辆对于就是静态的路线的处理，然后当然了，当中也会有一些互动的博弈的场景，主要是会车那个比较多，还有一些窄的路。
所以这个主要还是看一下它的能力的上限了。而那种就处理很多车的状况，就比如说在广州啊，你去那个东小南啊，或者是中大布匹市场反正老城区那边就是博弈能力要求会更高。对，这种情况呢，就是变数会很大。那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就不想把路线覆盖到那种地方，因为你变数很大，就外界的环境变得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难去判断一台车它的表现到底是自己能力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对，而且它对它系统能力的要求也不一样。对，那种可能它对于像这种博弈能力啊，包括各方面会更强一点。对，所以这一条路线我们更多的就看它一些基本的能力。对，基础能力。那我们觉得主要一方面是基础能力 OK 了，那把它放到就更大范围的场景里面使用的话，它可用的路线也会更多。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是现在我们的无论是道路状况也好啊，或者我们的法律法规也好啊，还是不支持我们去100%的在市区里面使用自驾系统的。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自驾系统能力它能覆盖到，比如说在市区里面能有70-80%左右的使用比例就 OK 了。对，就看接管率了。对，好，然后前面就会有一个拐左。这个拐左的难点就是地面的划线它是不清晰的，或者说是会有一个对面车道的划线影响到这边的。对，因为它是有一个待转区。对，这个处理就是不大好了。被刚才左边的那个车辆吓了一下，但是至少它的路线选择是正确的，它没有怼到那边去。对，还 OK。好，然后前面就是又是一小段正常路了，然后在这一段路的末端就是我们整一个一镜到底测支架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一个不带灯号的掉头弯。刚才带灯号那个 U8是退出了，不能拐了，然后这个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其实更难翻车看他能不能最后来个海底捞月当然其实前面还有一点点难，大家看这个线路就知道，因为前面地面的划线是画的其实不那么科学的。对，但这个是导航的一个路线。对，导航路线。对，它不一定是它车的这个 SR 规划的路线。对，但虽然那个路线画的不科学，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自驾系统还是应该按照交规，就是按照地面划线来行驶的。所以就看一下前面它能不能按照规定来走，还是说自己耍点小聪明绕过去。最守规则肯定就是按这条路线走。对。49秒。大师兄有没有发现 U8 的这个屏有点特别？有点曲面嘛？对，它是一个曲面。对，它对于像你这种比较高的人，从上面看应该可能会比较好。我觉得倒没有，就这一点点弯曲，其实在实用性上面，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就是炫技嘛。从工艺难度上面呢？工艺应该也问题不大，我觉得。对，你就是要采购一个柔性屏嘛，然后可能现在柔性屏我不知道它就能达到车规级的话，成本会不会高很多？对，但我觉得像比亚迪它做电子这么多年，这种问题应该不大。因为你看在电视里面，你如果买个柔性屏的电视，确实价格要贵1倍吧要。对，它这个有个好处，反光好像没那么厉害。对，这个反光比前面仪表这个要好。对，好像还好一点。对，而且因为它这个地图界面它能显示浅色嘛，然后这边是只能深色。其实我是更喜欢深色界面，但前提就是不要反光。后面其实有个车。对，已经是变道过来了。它跟刚才那个车有个小小的博弈，但这个博弈难度不大。对，它还是比较守规矩的啊！你看那个车就，我以为它想冲的。右手边这条路就是一个右拐的划线，所以就如果是它的导航也是不走那边的，但导航覆盖到这个左拐划线也是不大对的。但这个导航我们不管它了，主要是看 U8 怎么走。好，刚才还有一个小小细节我留意到，就是它地图的这个灯的数秒跟实际上是差了2秒的，所以它刚才在 SR 界面修正了一下。
就还是数据的问题。对，这个就是高德自己对高德数据，所以也证明了它这套感知系统是可以读取到实际的这个灯号控制的。好，前面有慢车，它能不能正确绕行呢？这个停下来的它就稍微绕，哇，这个其实不大好，因为它比较贴那个车，如果刚才开门的话会有点危险。其实刚才我们左车道是完全没有车的。对啊，但是他刚刚也明显感觉他是好像轻轻的踩了两脚刹车。对，他稍微减了一下速。而且刚才那个车是那种弹出式的隐藏门把手嘛，那如果我们人类司机就一看到弹出来就赶快打方向躲开了，分分钟有个人下来的。对，但现在这套系统还不能识别到这种东西。对，所以除非真的是要理解，就是说他要理解整个这个环境，对，这个可能真的要到 VLA 的时候才行。他要训练嘛，他这个训练 VLM 可能都对，因为人类司机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多。好，他要我接管了，我就不接管，看你。看来他应该也是会提前退出。已经降级了，退出了。但他是车道领航。对，车道领航降级。会不会车道领航能过呢？不能，还不能。车道领航不能掉头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一镜到底挑战不是我们挑战，是仰望 U8 挑战我们的一镜到底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觉得仰望 U8 这个表现怎么样呢？但是因为现在比亚迪都是很快的在更新他们这套天神之眼的系统所以有可能在很快的将来它就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到时候表现会更好。就不管怎样，反正今天它的表现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下回有 OTA 更新之后，我们会再次用这台车去挑战一下刚才那个路线的。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是不是能看到一个？对，但这个是我们后来那一段了，对，最后一段了，刚才前面一段也看到了。好，今天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记得一键3连哦，拜拜，拜拜。